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19号星期日啊，第4个训练日，又是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路口。昨天做完视频去京都转了一圈，拍了不少素材。今天回去剪辑啊，大家关注咱们频道，到时候给大家发。今天回评论啊，而且今天气温特别高，这边气温16度，但是有点风，体感是15度，突然就暖和起来了。昨天在京都中午的时候，还一直在零零星星的下雨，这边也是，应该昨天夜里下雨了，地都是湿的，就是没有想象中16度那么暖。今天是深圳马拉松吧？现在北京时间是5点25，应该都已经参赛小伙伴都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对不对？我看深圳今天18摄氏度，有点热啊，对于比赛来说，但是没有那么热，应该不知道湿度怎么样，会不会特别闷？参赛的小伙伴，您肯定是在比赛前看不到这部片子了，加油吧！你看，我就把这个准备的要回的评论的问题贴在胳膊上，绩效贴。这绩效贴还是从国内带回来的呢，就迪卡侬那种。看，哎，头一次看到这个配色的吉野家，哎，看，已经开始营业了，吃早饭了。我就是为了刚才那个红灯，所以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跑，看哪一个路口是绿灯，我就过马路了。那咱一会儿聊啊。你看这种，对，松屋是个怎么说呢？很便宜的店。廉价的吃饭的店，也是主要吃牛肉饭。再看看，已经有人在吃饭了，上班族吧，或者是刚下夜班的。我吃过2回，不难吃。我特别喜欢吃生鸡蛋拌饭，他们这儿鸡蛋的质量还不错，价格比北京便宜啊，鸡蛋。基本上可生食的鸡蛋合人民币可能1块多一点一枚，北京的话得2块多，好一点的得3块。有的东西比国内贵，有的东西比国内便宜。哎，绿灯了，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今天咱们早点开机啊。昨天去了京都，我才发现今天是京都马拉松的日子。回去看看有没有地方直播。要是早知道，我就今天去了。另外，咱们评论区我嵌入了一个真正的 ChatGPT， 不是它的开放的 API 啊，就是那个网页版的 ChatGPT 的那个模型，用了一个小技巧。如果大家看到我回的评论前面有来自 AI 冒号，就是它。今天呢会接入微软的必应，这2个，看看谁更厉害。我那个 ChatGPT 是 Plus， 就是付了费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唯一的痛点是还是太慢了，响应的不流畅。行，那咱们开始聊啊。第一个小伙伴高中生说，每周能跑25公里，真厉害。高中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，对吧？一周25公里，至少得跑3、4次吧，4、5次。有规律的锻炼真的是值得肯定。
然后1月初刚刚康复，去年呢能达到月跑量200，但是从康复以后呢，单次的训练就是只有10到15公里。说下个月有半马的比赛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半马比赛不需要每次训练都在半程以上，10公里、15公里可以了。而且一般这种病，无论是新冠呀，还是说以前传统的肺炎，说肺炎我也得过，还有普通感冒、严重的流感，它其实我觉得对后续训练主要的影响是你休息了、停训了那么长时间造成的。绝大多数人啊，不要太紧张。下一个啊，正好说绩效贴是不是智商税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说实话，我没有贴过特高级的，有那种特贵的，对吧？就一条剪好的形状的，就特别多的钱。但是在我梨状肌受伤的时候，我试过，怎么说呢？心理作用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是稍微会好一点。它至少能让你的肌肉，不在一些你不希望它震动的方向上有过多的震动。我猜想啊，我没有太多的经验，您可以试试。就好多那种成卷卖的很便宜绩效贴。可能也就是强度或者说亲肤性、舒不舒服的区别吧，我猜啊。刚开始跑步，周围的环境呢，平路比较短，长的路线呢都是坡比较多。问我有没有建议？我的建议是，跑坡这个事儿对普通人来说，就包括像我都不太刻意去跑坡，我还是喜欢平路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还是能把训练放得更能可持续、更舒适一点吧。而且那点坡的训练其实没什么用。你们看，我都跑了这么些年了，就算我跑的路大多数都挺平，我爬升也不少了，但是真正到了坡上的时候，一下就掉速。但是你下坡的时候或者平路的时候能追回来。你们看我比赛那个置顶的视频。不就是吗？那个大坡我被拉开了好多，然后那辆裁判车都要开到我俩中间了。那下坡之后我还能追回来，就是它不是说没有收益，就是性价比不高吧。总跑坡，我觉得建议啊，个人建议，看您喜欢什么。线上赛的成绩能不能用来报名线下赛，或者决定分区？不能啊，除非那个赛会明确的说可以。不仅仅在国内不行，在哪儿都不行。然后静息心率怎么测？是站在那儿等一会儿测，还是早上起来测？我真的觉得这不重要。像现在很多手表能帮你测静息心率，它就判断你待多长时间没动，这时候的心率。然后每天呢测几个点，然后平均一下。心率这东西因人而异，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体感，因为跑步或者说运动或者说人，它不是个机器。它是很多系统协调的，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心率不用看那么准，10位数的精确度量级，我觉得就可以了，真的。我从一开始跑步对心率看的也不是那么重，并不是跑多了放松了。半年跑了1400公里，10公里比赛，好像是无锡的一个比赛，39分52吧，厉害啊，了不起！您这个肯定要不然就是有天赋，要不然就是有基础。10公里进40，要比5公里进20难多了。
5公里进20，说实话，正常人练一练，练练绝对速度，不是肥胖人群的话，你要真的目标只是5公里破20，练半年足够了。之前我还分享过一个5公里破20的一期，大家可以搜一下。要比赛3点钟起，几点睡？我现在也是3点多就起来了，7点多8点睡。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没有夜间活动，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一起吃饭有应酬或者怎么着，还是我都不记得了，都是以多少年为单位的计量了，可能最多就是很早以前的同学朋友在一起，也都是约在休息日的中午，很少约晚上，大家也都忙。到这边以后更没有了，就放飞自我，早睡早起嘛。自测32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30，心率从140加到了160，到后来说25公里之后有疲劳感。想听听我对全程马拉松配速的建议，我觉得您保守了。全程马拉松平均心率冲到170也可以，就是前提您不是小朋友，也不是老年人，健康人。而且并不是有疲劳感，你应该半程之后就累了，这个强度就对了。所以您是具备破3的可能性的，破3也就是4分10几秒的配速，你可以试试，比方说按4分17秒的配速开始，看能到多少。您这个能力，我觉得就算不行，也不会后成那种大的跑崩抽筋只能走下来了，不会了，掉速也不会太明显。你就算掉，也就是掉到5分的配速。我建议您可以试一试。半程马拉松的补给，要不要吃能量胶？比赛要啊。半程马拉松也是赛前1个，然后你要是激进一点，可以吃2个。比赛中就是6公里就吃第1个，然后赛前那1个提早10分钟、15分钟吃，然后之后12、3公里再吃1个。因为半程马拉松如果全力冲刺，13、14公里之后就几乎是很累了，就要顶。电解质呢，可补可不补，不冷可以不补。因为半程马拉松，你在找水站吃电解质胶囊会比较麻烦。水站的话，我一般是5公里和10公里，还有15公里进，或者是17公里那个17.5公里那个进就不进了。比赛之前的早餐吃2片吐司和花生酱行不行？非常行，前提是您对花生不过敏。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配搭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没有了，回完了。然后京都的片子，今天我剪辑，看看哪天发，大家关注啊。还没定哪天去东京，我看评论区还有小伙伴不是咱们频道的关注用户啊，可能是看到标题来的，也要参加东京地区出发，加油啊！要破3是吧？真的有在东京的小伙伴可以偶遇啊，到时候我定了行程跟大家伙分享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加油干！哎，2月19号星期日清晨7点26，训练结束啊，15公里，1小时08，平均配速4分35，心率144，功率219，步频199。今天在友谊，因为最后一个训练日了，跑的也短，就在最后几公里，大概7公里左右加速，然后尝试用髋关节更多的发力，就是尝试多往起抬腿的这个感觉吧，然后更充分的后蹬一些，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。
步频那个时候一直在220以内，但是呢配速在4分钟左右，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。因为我步频确实是太快，有点那种就抬不起腿的感觉。年初的视频我就在说我要做这方面的调整。慢慢来，今天真的热了，都一脸的汗了，16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终于暖起来了。行吧，深圳马拉松的小伙伴快要起跑了哈，国内现在是6点半，对吧？不，飞驰而过的出租车。大家肯定是在赛前看不到视频了，就恭喜大家，提前恭喜大家，顺利安全、快乐完赛，也恭喜大家都能实现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吧。那就这么着，今天祝大家还是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加油干，迎接这个崭新的一年的赛季。那咱加油干了，我明天休息日了，然后下个训练日再见了。